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宏。今天想分享2024年的 PS 本家多平台游戏及独占游戏。独占游戏的部分包含第三方游戏，且基于2024年期间，所以像是《最终幻想7重生》和《英雄传说：戒指轨迹》这两款游戏，虽然在今年已经上市至 PC 平台，不过我还是会把它们分类为 PS 独占。多平台游戏方面移植的游戏也在内，方便 PC 玩家观看。拍摄，这原本是去年12月上的影片，在那时候索尼还收购了角川集团，未来 Force 的游戏作为 PS 独占，看来是跑不掉的了。同时也恭喜宇宙机器人拿下 TGA 年度游戏，虽然大部分人并不认可这个结果，我个人也认为黑神话悟空更值得获得这个奖啦，但不容置疑，它会影响索尼对2A 游戏的未来规划。或许有一天真的能看到小时候 PS2 玩的游戏推出新作。那么我们先来看看 PS 多平台的内容吧。首先，决定战兵2由 Arrowhead Game 开发的多人合作射击游戏，扮演决定战兵执行精兵任务，抵抗外星生物、机器人以及光能者的入侵。游戏中多样的武器可供你使用，装甲效能则有3种核心数值标示。完成战役赢得超级点数更能换取装甲、披肩、武器，甚至时尚姿势。同队伤害这点就不用我多说了，持续维护真理、自由和正义。目前最新的更新是暴政制造，增加了快速侦察载具 FRV 以及高等生物光能者的回归。他们会不断在城市发动小规模叛乱与袭击事件，建造神秘结构，俘虏公民，必须将他们的极权主义触手彻底赶出超级地球的领土。虽然说本作真的是难得一见空前绝后的作品，但去年许多更新的操作偏偏引发争议。玩得爽爽的武器被削弱，把迟迟未修，被强行绑 PSN 账号害100多个国家的玩家突然无法访问 Steam 商店，堪称岔气行为。好在现在大部分的问题几乎已经解决，被关上的负评也有所回升，只能求官方以后不要再搞这些迷惑行为了。这场改变也完美诠释了玩家的民主胜利。游戏能在 PS5 以及 Steam 游玩，支援线上4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地平线西域禁地完全版由 Guerrilla 以及 Nissi Software 共同移植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。完全版的意思是包含本片以及自研海岸 DLC， 勇闯辽阔的开放世界，探索远方大地，揭开种种未知的神秘威胁。战斗设有6个技能领域，赋予战斗个性化选择，像是战士可以解锁更多面对面战斗的招式，猎人可以提高运用武器和线性的技巧，以及潜入能增强隐身和袭击的能力。至于 PC 方面，跟其他 PS 移植的游戏大同小异，支援3萤幕配置等的解析度，可按照自己喜好或是电脑配置自定设定。DualSense 控制器也完全支援，近期畅游迎战多种机器以及敌方人类。希望几年后不会某定看到这款游戏推出重制版。游戏登陆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战神：诸神黄昏 PC 版由 Japan 的 Radif 进行移植的动作冒险游戏，是纯真的移植，接受银格率及真正的 4K 解析度等 NVIDIA 的多功能，宽萤幕、DualSense 控制器、3D 音效，快速带过。直到黎明由 Ballistic Moon 进行重置的互动式恐怖冒险游戏，与原作重新打造加以强化，加入顶尖视觉技术，为这场噩梦带来全新的样貌。在整个故事中，全部主要的8个角色都是玩家能操作的人物，角色彼此的关系以及每个人是否能成功活到黎明，都取决于玩家的选择。与原作相比，修订了摄影风格，翻新叙述元素，重新构图场景还新增了全新地点，更多加了一个新的结局。原本的固定镜头也换成了第3人称视角，带来临场直观角度。大部分人抱怨这次重制版的点在于价钱跟原作相差太多，我个人觉得这个版本给第一次接触的玩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歹。如果有想要玩的新老玩家真的还是觉得太贵的话，建议可以等打折再入手。游戏登陆 PS5 以及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地平线明治曙光重置版
同样是格瑞拉以及尼西索韦共同重置的动作角色扮游戏。移植再移植，2020年才刚出不久完全版。虽然画面、人物表情有明显的提升，但 PS 有更多适合重置的游戏呀。不过本作的好处在于拥有原本 PS4 版以及完全版的玩家可以多付$10进行升级，甚至对于从 PS4 时期就入手的玩家，即便没有买过冰冻荒野 DLC 也能通过升级至重置版获取。游戏内容和 PC 版相关的部分就不多赘述了。游戏登录 PS5 以及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乐高地平线大冒险由格瑞拉以及 Studio Gobo 共同开发的动作冒险游戏。没错，去年推出的第3款地平线 IP 游戏，扮演亚罗伊以及他的伙伴华尔、提尔莎以及艾伦德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能和风格。原本寻根自身身世的旅程，变成了一场拯救世界的大战。虽然讲是重塑灵之曙光和西域禁地的情节，但大体上其实是完全改编。郁郁葱葱的森林和高耸入云的山脉，深入地下念筑场，以乐高精美重现地平线场景展开冒险。还可以为万母之星改头换面，让角色换上 PS 经典 IP 的装扮。游戏登录 Switch、PS5 以及 PC 平台，支援本地以及线上双人游玩，支持中文。接下来 PS 独占游戏，首先《最后生还者2部曲重置版》，由顽皮狗 Nisisowe 以及 Iron Galaxy Studios 共同重置的动作冒险游戏《查尔复仇》，体验艾莉以及艾比的故事。本作介绍我会快速带过。提升了画质，多尔赛控制器的全面整合，重置版加入专属的落赖生存体验、玉水乌龟以及开发团队开发出其未使用的关卡，与其滴滴答答肯操作的其他角色、服装、新的乐器等等，展开激烈战斗。如果是有买原版的玩家，同样可以付$10升级。今年4月将上市至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泡沫之星由推柔器以及 Square Enix 共同开发的多人在线射击游戏，从去年12月起，游戏本片已经改为免费，4对4对战，共有12位独具魅力的明星选手各显身手，3种 PVP 模式，1种 PVE， 最基础的称之为摘星生死斗，先击败敌方玩家7次，随后在他们之中最活跃的玩家会被选为明星选手，便带有数种争议效果。此时与队友齐心协力打倒敌方的明星选手即可获胜。不难看出，本作的核心特色显然是泡沫可以为我方队伍塑造有利的地形，且受到任天堂的游戏斯普拉顿的启发，但游戏中没有占地盘模式确实可惜，可能是想避免玩法上抄袭的问题吧。更致命的要点其实是角色的外观竟然要价相当于一款新游戏的价格，完完全全充满剥削性，只能说太担心了。游戏登录 PS4 以及 PS5， 支援线上8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最终幻想七重生由 Square Enix 开发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，承接重置版的故事。克劳的一行人穿越命运之墙，踏上前往未知的荒野旅程，面对形形色色的任务以及迷你游戏，迎战等待着你的威胁。世界被划分为多个世界区域，看似开放世界，其实整体而言还是线性的。只要跟着标记走，玩家必然会走遍地图的每个角落。战斗则新增了伙伴间的联动能力，有2位角色合作施展的强力攻击，同时能触发有力的战斗效果。通过提升伙伴间的关系，便能解锁更多技能。迷你游戏既是优点也是缺点，取决于个人的喜好。骑乘陆行鸟穿越草原，探索每个区域的特别之处吧。游戏现已上市至 PC 平台了，有兴趣的 PC 玩家终于有机会亲自来感受一下其中的乐趣。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让人崛起由 Team Ninja 开发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，背景设定在剧烈变化与改革的幕末时代。这位黑船的美国军舰抵达日本，打破日本持续200年以上的锁国政策。在那里抱着各种想法而行动的人分裂成倒幕与游牧2种意识形态而产生斗争。规模庞大的世界整体而言还是跟着以标记的目标前进，不过主轴是以因缘为概念，与历史上人物会依据玩家的选择造成极大影响，并反映在故事的走向上。是想反对幕府的统治，恢复日本天皇的王权，还是帮助幕府对抗外国势力？只因里面有漂亮的大姐姐。
战斗可说是 Team Ninja 致敬开发的动作游戏的集大成。即活在这个时代要以怎样的动作来战斗，迈向近代社会，但又不是人人都想用枪的时代，选择自己适合的武器，走出自己的一条路。游戏资源线上3人合作且支持中文。剑心由旭奥开发的科幻动作冒险游戏，感谢吉田秀平在经历军را也洗礼的时候，让索尼投资这个项目。在我心中，他的地位可以媲美黑神话悟空。虽然它有一些奇怪的剧情发展和缺乏深入描写的部分，但依旧是款令人惊艳的游戏。不要想得我很肤浅，战斗核心可以说是冒险，穿越满目苍夷，充实各式各样的耐体版的未来地球，必须充分运用全方位的战斗能力战胜敌人，夺回地球的主权。攻击形式既无限制又可靠，坚强的防御，出色的将基础攻防且最大值针对敌人的弱点造成额外的攻击，以攻无不克之势横扫敌人。游戏资源当然有玩且支持中文。接下来，新名特工。宇宙机器人由 Team Asobi 开发的 3D 平台冒险游戏，深是一切只为玩乐展开的太空冒险，是适合每一个人的体验，在于你看到的、听到的和感受到的。特别是曾经有玩过 PS 本家游戏的众多玩家，包含150多个以上的经典角色会在本作中出现，还有去年上市的游戏，也就是刚刚那些有提到的决定战兵、剑心，也都已经在其中了。50多个可探索的星球，数十种新能力和功能，等着玩家来一探究竟。游戏资源当然有玩且支持中文。最后，英雄传说戒指轨迹告别塞姆利亚，由尼后翻购开发的乐视角色扮游戏。塞姆利亚大陆掀起巨大变革的系列20周年纪念作，历代角色齐聚一堂，使故事迎来全新的发展。战斗系统除了可自由切换原野模式与指定模式，学习系统加入了与委托、剧情紧密联动的迷宫，以及多种钻研游玩的内容。另外还引入有显著提升能力的觉醒系统、高阶魔法、双重魔法等新要素，让玩家能应付与敌方势力的激斗。最后这边再提醒大家 ，PC 已经能玩咯，游戏资源当然有玩且支持中文。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在2024年里 ，PS 的本家游戏或是独占游戏中，你最喜欢哪几款游戏呢？或者是你更期待哪款 PS 今年上市的游戏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。预计今年上市的独占游戏，目前已知有2款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支持小弟我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It was a hellhole.